这个车啊推出了3个版花或者颜色啊，刚好我们这里都有啊。我们红色的给大家看一下，是吧？这个漆水啊，在灯光的加持下确实不错啊。实际上3个就版花颜色，油箱这里的拉花，你知道吧，做了一些区分，还有一个坐垫的缝边做了一些区别，剩下都是一样的。红色这个漆水确实不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包括油箱盖真的是挺精致的啊。它这边没有像绿色做一个那个白色的缝线包边啊，还是传统的那个感觉。然后也不像450 CLC 啊，它会做一个金属的名牌放在座位上，这个上面都是没有的。整个坐垫这个厚度呀，看起来也还是不错。等一下我们在那个车上给大家拍一个细节展示一下啊。红色是你喜欢的感觉吗？好，我们接着看一下黑色。哇，黑色这个素雅、典雅、沉稳的这种气质，好像营造的更浓郁一些啊。当你不知道要选什么的时候，就选黑色，大概率是不会错的。非常耐看，这个漆水也挺透亮的，对吧？座椅跟红色那个是一样的，也是没有名牌，没有不同颜色这样的一个包边啊。然后我手摸了一下，它是那种有点磨砂质感的那种质地，就红色和黑色都是这样的一种材质啊，其实挺好的，海绵填充的这种厚度，我觉得舒适上其实是有保障的。怎么样？黑色是不是你喜欢那个颜色？你要问我最喜欢哪个颜色，最中意哪个版画，那一定是他们主推的绿色和白色拼接的这个版本啊。它在一些细节处啊做得更加的精致一些。等一下我们带一些近景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好，我们结合它的配置啊，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旁边刚好停了一辆450的 CLC 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车吧。你就明显看到450 CLC 更宽一些，所以它对你身材尤其臂展方面其实是有一些要求的。而250 CLC 明显定位就是大众啊、新手啊，对吧？这种友好度会来得更好一些，特别是身材方面啊，大家看一下，符合这个车的定位和预期了啊。好，我们结合配置看一下，它和450 CLC 有很多通用件，比如说这个大灯一如既往的是比较精致、比较小巧的那个类型，对吧？我是挺喜欢这个风格的，对吧？然后这边减震看一下，它是一个正值减震啊，行程是120。然后这些配件，比如说刹车系统啊，我可以看到卡钳上它打的是一个 CF Moto 的 logo 啊，一个对4的一个卡钳，搭配一个单碟，盘幅是300啊。刹车的这种效能怎么样？我们开起来再聊啊。轮胎也是正新的。前后都是16寸，然后前130的一个宽度，大家看一下，对吧？然后后轮是一个150的宽度啊，也是这个骑起来操控方面的表现，我们动态部分再讲啊。转到侧面看一下，整个其实春风特别擅长用些饰板来修饰整个车身啊。你看这个水箱这里做一个亮面的这样的一个护板，然后包括你看，其实它是一个单缸的发动机嘛，对吧？但是没有做出那个很空心化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在车架周围很多东西都修饰起来了遮盖一下，然后用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颜色做一个错落有致、立体感的一个分布，包括发动机本身也要做一些抛光这样的处理，所以你从整个侧面线条看起来又完全不空，甚至还有一点肌肉感，对吧？看起来又挺精致的然后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底盘，对吧？尾排做一个黑化这样的一个处理我觉得都是挺好看的。然后后面也是双边的一个减震它的行程是70要比450 CLC 还要小一点。然后后刹也是单碟单活塞然后整个尾部造型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你看一下，对吧？灯亮起来，整个设计语言突出了一个圆润，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坐垫的部分你看侧面线条是不是挺漂亮的包括这个油箱这个油箱的容量是13.5升比450 CLC 还要大一点。你看一下这个油箱漆水确实漂亮包括这2个颜色，你看这个白色是不是那种温润的感觉都是有的。这盖子也挺精致的，所以说春风现在整个精品精致感因为它只有14000多，不到15000的一个价格嘛，但我觉得这个质感呈现确实不错坐垫做了一个菱形格，对吧？还有包边白色这样的一个处理包括海绵的填充，还有这个座椅的造型弧度，就有一点皮具，你知道吧？就有一点皮具那种感觉了。所以整个那个复古的调调也好，那种质感传递给你触摸起来的，我觉得都是不错的然后复古巡航车大家都很喜欢的侧边钥匙也是有的然后它的离地间隙是130你不要特别激烈的去驾驶所以我觉得整个车静态看起来还是一如既往的 CLC 系列的那种比较精致精巧细腻那种感觉，对吧？然后第一视角转上来我们也看一下它是一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反光镜跟450 CLC 还不太一样。你喜欢哪个类型呢就是以前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后来慢慢的好像这2年手把镜又流行起来，我觉得其实无所谓因为这个东西你改装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嘛滑动离合手感挺轻的，然后这套按键模组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分布的话间隙也比较大
我看了一下，它就是那个他们小车上用的那一套，比如说狒狒自己的这一套设计语言都是这一整套，所以用起来也没什么太大问题。拉线油门然后刹车的手感都是我们动态驾驶的部分，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整个第一视角看起来就是比较清爽和干练的，对吧？我们换一个不反光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机械指针的一个仪表，其实它搭了一小块液晶显示边框挺窄的，整个那种精细感一下子就出来了它是一个时速表，大家看一下，是一个时速表，内圈是一团状态栏包括 ABS TC 这些都在这里，对吧？然后右下角是一个这个液晶仪表显示油量你的档位还有你的这个行驶的速度都在这里显示我觉得整个精细程度没有什么问题特别好看，然后挺精致的，对吧？虽然不像他大哥是一个那个液晶仪表不能移动互联怎么样，但我觉得其实还是 OK 的这个车现在呢还没有上完手续所以还不能试驾，我们打火给大家听个声音我在这个小院子里头简单的也绕了2圈就车身很轻，操控起来那种灵活性确实不错。然后油门要比他大哥更加的柔顺一些显然是一个更贴近新手、更照顾入门级选手这样的一个设定，对吧？乘坐的舒适性也不错，就是一个很简单、很好上手这样一个车子但是这个院子很小，这个地形条件我一升不了档，然后也拉不起来速度。所以大家还是等我等试驾车上来以后慢慢搞出来，然后详细的给大家来体验一下，视频分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一键3连，对吧？我相信这个车以这样的一个售价，在复古巡航里面还是值得重点关注一下。